吃个早餐还要这么多人拍照，就这样一句让雷军早餐拍摄现场无比尴尬的话，一下全网都爆了。有人说说这句话的小女孩是《皇帝新装》里的那个孩子。当所有人都在配合表演的时候，只有她说出了眼睛真正看见的东西。热闹归热闹，但比这顿早餐更值得聊的是雷军那声新音下小米真实的身体状况。过去1年，小米的股价从61港元的高位跌到现在差不多24块左右，跌了将近60%。总市值从一度逼近1.6万亿港元缩水到现在6300多亿，差不多1万亿没了。与此同时，今年1季度，小米还交出了一份收入和净利润双负增长的财报，这在近年来是十分罕见的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小米这件新衣是怎么样穿上去的，又是怎么样被市场一件件扒下来的。平心而论，雷军是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企业家，甚至说没有之一了。小米手机时代，他身穿黑色 T 恤配牛仔裤，亲自主导整场发布会，从造型到形式都高度对标苹果乔布斯，赢得了雷布斯的称号。到了造车时代，小米苏7发布会上，他换了西装，产品和形象处处对标特斯拉和马斯克，讲的是人车家全生态的新故事。到了2026年，黄仁勋满世界吃路边摊，亲民接地气的人设火遍全球。紧接着，雷军的武汉早餐照就出来了。大家都在说从产品到营销，从乔布斯、马斯克到黄仁勋，雷军的风格似乎总在照抄当前最红的科技领袖。但这一点他本人也不认了。去年3月，雷军在直播里就反驳过，他说难道我一穿皮夹克就是抄黄仁勋，我一穿西服就是抄马斯克？这也太滑稽了吧！抄不抄，大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可有一点是清楚的，过去几年，小米和雷军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去经营这身新衣，他的人设、热搜、直播、金句，巨大的流量也为小米省下了巨额的广告费，换来了极高的粉丝粘性。但问题在于，资本市场看的从来不是衣服，而是衣服里面的东西。让我们把时间拨回1年前，小米还是资本市场的当红榨汁机。2024年3、4季度以来，借着人车家全生态和苏7的火爆，小米的股价一路高歌。但安徽铜陵高速3名女大学生事故后故事很快开始反转，产品口碑下滑，过度营销被全网指控，再加上购置税补贴的退潮，如今的股价已经是连续9个月的下跌。小米汽车的业务甚至从赚钱开始变得重新亏钱，而且从今年以来，存储芯片的价格暴涨，让这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被迫开始涨价，生存压力直接拉满，伤害品牌的同时，更伤害了本就不太好看的业绩。为了护盘，在今年头4个月里面，小米回购了44次，而且每一次都要向市场喊话，我们被低估了。可这并没有什么用回购完股票以后，股票依然一路下降。你说被低估，那你就得拿出低估的证据来。营收下滑，利润腰斩，汽车从盈转亏，手机业务整体收缩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硬数据。市场可是用脚投票的，因为你那套看上去光鲜的新装根本就撑不起1.6万亿的估值。那个小女孩戳破的是早餐现场的表演，可资本市场过去1年戳破的是生态叙事被透支后的估值泡沫。比股价下跌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小米内部2个方向相反的动作，一边是公司不断的回购，雷军不断的直播自证。过去1年，雷军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台辟谣的机器，直播拆解预期，从北京到上海连开15个小时验证续航。他自己都说已经紧张到好几天没睡好觉了，但另一边却是核心高管在减持。2025年12月，小米公告联合创始人、副董事长林斌公告宣布减持20亿美元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份减持公告的最后，林斌还加了一句，对集团业务前景充满信心，并将长期服务于小米集团。公司一直在掏钱回购喊低估，一边是创始人高管计划套现走人，这2个信号摆在一起，投资人心里能不害怕吗？更有意思的细节是，林斌的减持公告是用美元计价，小米的回购公告却是用港元计价，20亿美元对25亿港元，数字看起来好像差不多，但实际上减持的金额是回购的5倍左右。眼下的小米处境似乎是最艰难的时刻，过度的流量化副作用就是陷入自证的陷阱里。当公众的信任开始松动，你做什么都会被怀疑。拆车是自证，跑长途是自证，回购也是自证，越是用力自证，越是像在补那件新装上愈发明显的破洞。武汉街头那个女孩其实道出了所有投资者的心声，
这么多镜头，这么多人配合表演，到底是为了一顿真实的早餐，还是为了一张需要被看见的照片呢？当人车家全生态的故事被讲透，当初期的爆款红利开始消退，当手机业务整体开始进入收缩期，你只要回答大家：手机业务能不能停止下滑？汽车能不能重新赚钱？生态能不能真正的变现？其他的一切可能都只能是徒劳，因为新装终究会过季的，业绩才可能长久的耐穿。我是鲁克，欢迎关注碧海，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。